欢迎来到跟古诗学中文。欢迎来到跟古诗学中文。春天的早晨，你先听见什么？春天的早晨，你先听见什么？是风声、雨声，还是窗外的鸟叫？是风声、雨声，还是窗外的鸟叫？孟浩然只用4句诗，就写出了一个完整的春天。孟浩然只用4句诗，就写出了一个完整的春天。打开字幕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学会中文。打开字幕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学会中文。今天的古诗是《春晓》，今天的古诗是《春晓》，诗人是唐代的孟浩然。诗人是唐代的孟浩然。我们先听一遍。我们先听一遍。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花落知多少。第一遍，请先听整首诗。第一遍，请先听整首诗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第二遍，请你跟我一句一句读。第二遍，请你跟我一句一句读。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花落知多少。第三遍，带着一点爱花、惜花的心情读最后一句。第三遍，带着一点爱花、惜花的心情读最后一句。花落知多少。花落知多少。春天很适合睡觉，诗人醒来时天已经亮了。春天很适合睡觉，诗人醒来时天已经亮了。他听见到处都有鸟叫，他听见到处都有鸟叫。这时他想起昨晚的风和雨。这时他想起昨晚的风和雨。他有一点担心，院子里的花落了多少呢？他有一点担心，院子里的花落了多少呢？这首诗有春天的快乐，也有一点爱花、惜花的心情。这首诗有春天的快乐，也有一点爱花、惜花的心情。第一句，春眠不觉晓。第一句，春眠不觉晓。春眠是春天里睡觉，晓是清晨天亮。春眠是春天里睡觉，晓是清晨天亮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春天睡得很舒服，不知不觉天就亮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春天睡得很舒服，不知不觉天就亮了。第二句，处处闻啼鸟。第二句，处处闻啼鸟。处处就是到处，闻在这里是听见。处处就是到处，闻在这里是听见。诗人一醒来，就听见到处都是鸟叫。诗人一醒来，就听见到处都是鸟叫。第三句，夜来风雨声。第三句，夜来风雨声。夜来是昨天夜里，诗人想起了昨晚的风雨声。夜来是昨天夜里，诗人想起了昨晚的风雨声。第四句，花落知多少。第四句，花落知多少。这里不是在问一个准确的数字，这里不是在问一个准确的数字。诗人是在想，这么大的风雨，不知道有多少花落下来了。诗人是在想，这么大的风雨，不知道有多少花落下来了。下面这些词都是生活中很常用的中文。下面这些词都是生活中很常用的中文。学会它们，你也可以描述一个春天的早晨。学会它们，你也可以描述一个春天的早晨。春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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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我昨晚睡觉特别安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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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清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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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晨的空气很新鲜。
清晨的空气很新鲜，清晨的空气很新鲜。清晨的空气很新鲜。鸟叫，鸟叫，鸟叫，鸟叫。我听见窗外的鸟叫，我听见窗外的鸟叫，我听见窗外的鸟叫。我听见窗外的鸟叫。花朵，花朵，花朵，花朵。树上有很多花朵，树上有很多花朵，树上有很多花朵。树上有很多花朵。夜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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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晚很安静，夜晚很安静，夜晚很安静。夜晚很安静。春天的早晨很舒服，春天的早晨很舒服，春天的早晨很舒服。春天的早晨很舒服。昨晚下雨了，昨晚下雨了，昨晚下雨了。昨晚下雨了。雨后很多花落了，雨后很多花落了，雨后很多花落了。雨后很多花落了。中国古诗很喜欢写春天，因为春天代表新的开始。中国古诗很喜欢写春天，因为春天代表新的开始。可是春天的花很美，也很容易被风雨吹落。可是春天的花很美，也很容易被风雨吹落。所以古人写落花时，常常不只是写景色。所以古人写落花时，常常不只是写景色。他们也在表达美好的东西很珍贵，时间也过得很快。他们也在表达美好的东西很珍贵，时间也过得很快。春晓没有很悲伤，他只是轻轻地问：花落了多少呢？春晓没有很悲伤，他只是轻轻地问：花落了多少呢？最后，我们复习今天的词。最后，我们复习今天的词：春天、春天、清晨、清晨、花朵。花朵。请跟我读今天最重要的一句。请跟我读今天最重要的一句：花落知多少？花落知多少？短短4句，我们看见了春眠、鸟叫、风雨和落花。短短4句，我们看见了春眠、鸟叫、风雨和落花，也记住了一个完整的春天。也记住了一个完整的春天。你最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？你最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？欢迎在评论区用中文告诉我。欢迎在评论区用中文告诉我。我们下次继续跟古诗学中文。我们下次继续跟古诗学中文。